1962年，阿肯色州的贝克林，一群士兵在军鼓声中穿过树林，他们衣着邋遢，身形疲惫，但脚步坚定。忽然，炮声响起，炮弹穿过树枝落下来，枪声四起，队伍随即陷入混乱。一场突如其来的伏击打断了这次行军，不断有人中弹倒下，有人开始逃跑。这时，一个名叫乔治的军官临危不乱，御马大声鼓舞士气。他把猎枪交给身边的黑奴，要求他跟紧，自己拿出手枪，孤身冲了出去。黑奴看着四散逃跑的士兵和手里的枪，某种精神忽然鼓舞着他调转马头，跟着冲了上去，一路瞄准对方炮兵，枪法极准。正当两人孤军奋战，林间冲出了友方骑兵，战局瞬间逆转。军装整齐、武器先进的北方军队在灵活的骑兵面前优势尽失。一个军人割下了对方的头皮，发出印第安人般的嚎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给大家带来黄石系列最新剧集《执法者巴斯里弗斯》。我们先捋一遍剧情。这场战力悬殊的战役就这样侥幸胜利了。这是一支麦卡洛奇的南方联军。这场战役虽然缴获了不少大炮，却依然损失惨重，死亡和逃跑士兵近1000人。这对本来就缺人的联军来说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在范顿将军训完话后，黑奴的主人乔治终于忍不住抱怨着，补给迟迟都不到，言语间充满了悲观的情绪。黑奴巴斯被战俘指责不该为奴隶主战斗，但巴斯坚持自己光明正大的战斗并没有任何错误。旁边一个长官认出了这个白天战斗异常凶猛的黑人，赞叹之余问起他的名字。巴斯解释说自己并不是士兵。这时传来主人乔治的呼唤声，两人离开了餐厅。主人要求巴斯收拾行李，他准备彻底离开这个愚蠢的战争。离开了部队，巴斯跟着主人回庄园。主人乔治是个敏感多疑的人，他担心黑奴巴斯会鄙视自己离开战场的行为，不断重申自己是得到了范敦将军的特赦。其实大家心知肚明，这个特赦根本就是一个滚蛋的文雅版表述。看着黑奴在自己的枪口下表现出足够的敬畏后，他才收起枪。夜晚，他们露宿在草原上，睡不着的两人闲聊着。主人傲慢地认为巴斯没有受过教育，巴斯争着自己识字，可以看懂圣经。主人嘲笑道，看懂圣经也没有用，天堂之门只为白人开启。他们回到了家，女主人带着家眷去亲戚家借住了，整个庄园只有黑奴还在。乔治非常沮丧。巴斯的女友看着爱人回来，开心无比。久别重逢，两人享受着劫后余生的欢愉。主人乔治一边酗酒，一边在房子里吼叫着巴斯的名字。巴斯只好丢下爱人，循声而去。终于在书房找到了喝得酩酊大醉的乔治，不知是喝醉酒还是真的为巴斯的战场表现感动，他突然提出会给巴斯自由，而且是马上给。这对黑奴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事儿，唯一条件是必须打牌获得胜利。无论如何，这都是巴斯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件事。他忐忑地坐下来，有的念头一旦有了，就会让人欲罢不能。他多么期待自己拥有自由，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，做任何想做的事，不用当牛做马，被人呼来喝去。这个希望让巴斯紧张无比，他颤抖着手拿起牌。遗憾的是，5张牌只差1张就可以成为同花顺。他把那张多余的王后扔了出去，他想博一张同花顺，但换来的却是一张臭牌。赌输的巴斯沮丧地放下牌，看着这一把烂牌，巴斯瞬间坠入绝望的世界。主人则洋洋得意地拿出自己的牌，4个女王和1个单。巴斯愣住了，4个女王，自己明明刚才也拿到了一个红桃女王。他凝视着牌，瞬间明白了一切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。而乔治就是个卑鄙的骗子，他从未真的想要给巴斯自由，他只是玩一个手段，不仅戏弄了黑奴，还要让黑奴感恩戴德，忠心不二。巴斯彻底被激怒了，他冲上前把乔治按在地上，打了个满脸开花。黑暗中，乔治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不祥之感扑上巴斯的心头，他忙抓起主人的手枪，夺门而逃。他跑回爱人身边，爱人看着他一身血迹，劝他赶快逃走。
因为黑奴杀死主人是重罪，会被当众吊死，只有逃走才有一线生机活着。巴斯不得不告别爱人，骑上马逃命而去。远处传来抓捕的狗叫声，巴斯放弃了马，跳入了冰冷的河中。他渡过河，逃入了印第安保护区。在苍茫的旷野中，巴斯孤独地逃亡，尽力将疲惫的脚步维持逃跑的节奏。被碎石割烂的脚掌痛彻心扉，饥饿让他和鸟兽夺食。他知道他不能停下，也不能倒下，唯有坚持才能获得一线生机。最终精疲力尽的他被一个原住民女人救了起来。印第安人萨拉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严肃女人，她的丈夫被白人征兵，并死在战场上。失去丈夫的她坚强地独自抚养着儿子，两人在这片荒野相依为命。在知道巴斯是一个逃奴时，她并没有嫌弃，善良让她收留了巴斯。很快养好伤的巴斯就和男孩情同父子，在这一住就是好几年。3年后，巴斯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逃奴身份，有时和男孩一起到印第安人的集市换取生活必需品。这天，当巴斯和男孩买好东西即将离开时，这里来了一群白人士兵。从军装看，他们是北方的士兵，押着一车战俘。他们想在这里吃顿午饭。由于言语不通，巴斯自告奋勇帮忙翻译，换点小钱。但当他把东西拿到车上时，他被曾经那个少校认了出来。成为战俘的少校告诉他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南方军队输了。忽然，他让巴斯赶紧去逃命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话音刚落，远处枪声四起，一群南方骑兵奔着集市而来。枪战中，北方军人被一一搞定。男孩举起枪，想要保护混乱中的巴斯，与少校对峙着。巴斯大声让男孩不要开枪，结果男孩被少校一枪打死。救到人的南方军人快速地散去了，只剩下抱着重伤男孩手足无措、悲痛欲绝的巴斯把男孩的尸体带回了家。伤心的母亲再也无法继续收留巴斯，她留给巴斯一匹马，让他离开。无处可去的巴斯决定回到曾经的主人家找爱人，可奴隶房早已人去楼空。听到动静推门而入的女主人惊叹巴斯居然回来了。她告诉巴斯，家里的奴隶都自由了，丈夫乔治也并没有被巴斯打死，再也不必因为杀人而四处躲藏。成为自由民的巴斯来到镇上寻找爱人，可远远的他看到爱人怀抱着一个小女孩，这让他以为爱人已经另嫁他人。当他鼓起勇气与爱人相认时，女人告诉他，女孩就是他的孩子。幸福总是来得太快太突然，巴斯终于获得了自由，还找回了妻子，还多了一个巧克力天使。劫后余生重获幸福的巴斯完全沉浸在快乐中，有妻女家人，有自由，这对一个曾经的黑奴来说简直是天堂一般的存在。好的，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执法者巴斯里弗斯是泰勒谢利丹的又一部新作，是黄石宇宙的衍生剧。男主角巴斯里弗斯由英国演员大卫奥伊罗饰演。巴斯里弗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西部的一位传奇人物，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开拓者之一。他生于1838年的阿肯色州，身为奴隶的他在南北战争结束时成为自由民。之后他经过努力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联邦法官，执法生涯中以勇敢和职业操守著称，被称为西部传奇黑法官。本剧烂番茄影评人评分75分，观众评分64分，刚刚放出2集，我们会继续追此剧。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第1季的第1集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集见。I'm warning you, your wicked days are done.